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要稍微骑车啦，没有错，就是眼前这台诺夫救星在进化，诺夫救星 Pro Max， 今天就好好来体验这一台 BMW i13 GSA 的 ASA 自动换挡辅助。之前 i13 GSA 给我了很多减法哲学的印象，重量轻，轴距减，然后颜值霸气也 maybe 稍微有一点点。不过老实说啦，比起 i13 GSA， 我觉得在13 GSA 的颜值霸气还有肌肉线条呢，有稍微拉了一点回来。而这次 ASA 更是直接剪掉，无情砍掉挡车灵魂。打挡离合杆这样的打挡设计，难道真的很适合一台 ADV 要去挑战这世界的复杂多变的地形吗？今天时间有限，但是呢，我会尽可能在市区绕绕来体验一下它 ASA 的丝滑程度。Go go！ 正所谓，上帝未能关得上门，势必会为你另外开启一扇窗。这次大鸟少了根离合器拉杆，想必一定有多了些什么。既然如此，那在我开始分享体验心得前呢，请大家稍微了解几点 ASA 的基础资讯。今嘛就有请南台湾 BMW Motorrad 第一销售顾问。但有点遗憾，并不是画面中的这一位，而是这位一眼看就知道是老实人家，同时也是 H900G 的车主国雄 Brian。仅需2分钟，他就能让大家了解 ASA 的基础资讯。首先，我们从外观上看到的呢，第一，它就是完全没有离合器拉杆的，所以这边是空的，没有离合器拉杆，那它到底是怎么排档的？好，首先它还是维持一个手排变速箱的一个机构。那原则上我们是把离合器会放在这一套变速箱里面，那再借由我们的2个步进马达，有一个位置感知器，一个 sensor 下去做它离合跟结合的一个动作，所以这完全都是靠电脑下去判断的。那在换挡的时候，还是让你可以保有一些很像你在骑打挡车的那种换挡的感觉哦，所以是有机械感的。这套系统呢，它的选配价是加6万5，因为我们每一个等级都可以选配。然后这个时候启动引擎 ，OK。现在呢，我们在 N 档的状态下，我们必须先踩下打挡杆。它现在呢，这边就会显示N 模式。好，如果我现在要切换自排模式的话，我就必须要在这个按键，低档的按键这里按一下。好，它现在这边画面就会显示D1，那这个时候就是自排模式了。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模式顾着油门就好，就是可以开始轻松骑了。如果想要换回来手动模式、手排模式的话，我一样再切回来 N 模式。好，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自己升档跟降档了。好，那大家或许会有一个疑问，那我在 D 模式的状态之下，我可不可以也自己升档或降档呢？答案是可以的。如果你现在已经停车了，然后你想要切换 N 档的时候，它要怎么切换呢？它就是在我们这颗按键，我们长按一下，它就会跳 N 档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移车。那如果我们熄火完之后呢，它就会自动降为 P 档咯。好，我们就直接熄火哦。好，它就跳到 P 档了，然后再关电源，就是这么简单。OK， 时间已经超过2分钟，再次感谢国雄的诚心分享。如果大家想要解锁国雄完整高清无码的 GA 介绍，可以前往台南范德找小姐吃冰淇淋，再顺便与国雄以车会友。那现在就让宛如白纸一张的我开始上路体验 ASA。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风景。跟旧的版本差很多哎，你看又大又宽，几乎是我视线的水平跟我的眼睛就齐高了。现在4档，进到5档了。它进退档的过程，其实你还是感觉得到了，就是你的左脚夹的地方有一点点的颤抖，是声音的颤抖，体感倒是还好，所以还是有点机械感的感觉。只是感觉就是它的非常的细微啊，它那个进退档的那个机械感是非常的细微。如果你没有特意去感觉的话你是感觉不太出来的。其实现在骑大鸟，我觉得能做事情越来越少了嘞，其实会越来越闲嘞。像我之前没有 ASA 的时候，基本上你骑大鸟去撞油还是去哪里啊，你只要顾好你的油门，
还有你的前刹车拉杆，因为它前后联动嘛，所以你也不用去踩刹车。这样呢，就少了一条刹车拉杆，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右手在忙活就好，左手跟双脚都已经完全解放了。这就是极致的减法哲学，浪漫浪漫。现在后转绿了，来 feel 一下它的起步。这是 Drive Mode 的一档，来补油，完全就接上了。这个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还以为可能像速可达或是李金斯离合那样，就是你补油是吗？转速有点起来之后哦，它才会衔接。不过这个 ASL 呢，就是你一补油哦，几乎0.2毫秒嘛，就衔接上它的那个传动轴了。这个让我有点超乎我的想象，非常的丝滑，真的比我个人就是起步的操作还来得丝滑。哇，确实啊，这个起步的离合器衔接的丝滑程度哦，人类本身可能很难做到。尤其啊，像有时候去骑了整天车啊，就难免就晃神嘛。然后等红灯，然后突然转绿的时候，哎，慌张，大补油门，嗡，来起步，哎，那时候帅度直接减半。但是有了 SS 之后，哎，相信不管你是什么状态之下，都可以做一个很优雅的起步动作。哦，退档了。哎，台低档的换挡的明显的差异程度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了无痕迹。这个可能就是他的判断吧 ，I don't know。哦，要准备起步咯，你看到没有？丝滑的衔接点，哇，完全是丝滑。我刚起步时候我刻意去感受了嘛，然后我还是感觉不到那个引擎跟传动轴衔接的那个作动嘞，这是完全感觉不到嘞，就是完全就直接一补油门就直接起步了。哦，现在是4档，现在5档，你看到没有？水平对握双缸的韧性，2圈转上5档都可以。可是还好，就算之前我没有 ASA 的话哦，我骑到1800，转速到1800转哦，也没有什么快熄火的感觉。它的低扭表现真的非常不错。盲点侦测，白天看也很清楚。不得不说，还是很不习惯呐，左边少一个拉杆。没东西做的感觉，总觉得有点怪怪的。目前骑了这小段路，我大概知道那个 ASA 的优势在哪里了。不过有，哦，舒服舒服。如果是在市区通勤啊，或者是在一些需要停停走走的一个行进的路况啊，我觉得 ASA 真的是帮助很大。哎呦，退档2档，哎呦，有种快排退档的感觉，蹦蹦蹦。来感受起步，哇，这是无缝。我刚刚说了0.2毫秒，我觉得有点说多了，应该0时差了，几乎就起步的动力衔接是0时差了。我超个车，拜超个车好了，加个速。哇，感觉它的弱档的档位逻辑真的是太悠闲了，感觉可能如果一般来骑的话，可能Dynamic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目前觉得那个弱的模式的换挡逻辑有点太过，也不说是消极啦，有点太过 RV 的感觉了，就几乎全程没超过4000转哎。哇，刚刚在市区体验大约20分钟的骑程。然后用的都是弱模式，刚刚那个路况呢，它都是维持非常低转速在行进，大约是不超过3500，不超过就4000吧的一个转速区间。然后之前呢，传统打档的话哦，刚刚那个市区状况哦，我应该都是在1到3档之间做切换，但现在这个本来由我来操作的状况呢，它是有帮我取代了，但是它的档位会来的比我预想中的来高一点点，那可能是骑乘模式的关系吧。我是觉得在被 ASA 取代之后哦，它的做动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平顺，还要滑顺。其实像我之前影片就有说过了嘛，我有比较过1300跟1250G 的差异，那时候就有提到哦，1300的动力输出和串挡的过程哦，甚至是快排哦，已经明显的滑顺很多了，就少了1200啊、1250那种阳刚的机械感。然后刚刚那个市区的体验下来，我觉得它的油门开度，还有那个换挡的逻辑的联动，我觉得做的还蛮不错的。就在升档啊这样的过程是嘛，没有明显的迟疑感或者是突兀，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像我这样是完全不踩打档杆，USA 自动处理升档之外呢，你也可以用脚介入换挡。但以刚刚的路况来说的话，我是找不到适合司机介入的换挡啦。然后电脑会判读你的骑乘模式，然后你当下速度转速来去做一个相当拟人化的档位操作。这跟我之前体验 ACC 的感受有点类似。这个我晚点再来补充。然后呢，确实全程不用使用拉杆，因为也没有离合器拉杆。哇，这个 S 的重量呢只有2.1公斤哎，非洲上的 D7T 应该快10公斤了吧？刚刚听国兄说台湾的 SS 是选配的，不管是 GS 跟 GSA， 只要多6万多就会得到这个还蛮舒服的一个换挡辅助系统。现在是低模式的6档，我退档，它踩的感觉很像，跟1300又不太一样哎，那体感打档的扎实感很像没那么明显了。我还试一次哦，还2档不回油进档，对，完全没什么感觉，就有点那个机械的咔而已，你的左脚还是感受不到任何那种机械的震动感。刚刚我全程都用那低模式去骑。然后刚刚昨天有时稍微就试看，就是介入去换挡，那我感觉它的换挡，你打档还是进档是吗？非常的没有机械感呢，就很像就你勾一下就啵就进档了。哎，小心哦，这个车干嘛？哎呀，小心啊！不懂是不是有 ASA 之后和打档，你就是你自己介入的打档的那个体感，感觉又跟一般没有 ASA 的 GS 不太一样哎，因为我不管是踩啊还是勾啊。你左脚踝的回馈非常的细微耶，就机械感几乎被抹除掉了。当然是没有 ASA 的，那机械感已经很少了，然后这个感觉比没有 ASA 的更少。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换挡的声音的话，你可能单靠体感去感受的话，可能你不懂你没有进档或者是退档成功。非常的丝滑，非常的滑顺。目前在市区走走停停路况，我体验了 ASA， 我觉得它最大的存在价值是什么？我大概已经抓到了。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啊 ，BMW GS 的车系还有很多电控啊，让你变得更强，都是让你骑士本身做一些超出你自己本身能负担的一些更极限的操作。它不是让你变得更强，它是可以让你多骑一点，少累一点。单看这一点的话，我就觉得它就很符合 ADV 冒险车的特质了，就增加你的续航力。因为 ADV 嘛，主要是什么？就是车子的续航嘛，就同时呢增加你骑士的续航力。像可能没有 SA 的话，同个条件下，你可能一天骑一个500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在同个行车条件下，如果多了 SA 的话，可能可以让你在消耗同样的体力的状态下，还可以多跑一个200公里、300公里，something like that，对，就类似这种感觉。确实可以更专心路况啊！你看这边也是很多，哇，突然间冒出来没有戴安全帽的，哎呀，小心小孩子。所以可以更加专心你的刹车、你的动力，还有你的导向。对，不用慌忙啊！有车子出来，你要马上拉离合，避免它熄火还怎么样的，突然间骤速，突然慢了下来，要怎么样的？不要有了它之后哦，你就可以更专心在骑车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这也是很多车子都一直在往这方向去做进步吧。习不习惯的话，就见仁见智咯。确实，你能接的东西越来越少的话，它的乐趣还在吗？不过老实说，以实用来讲的话，如果不是以比赛啊，或者是以玩来讲的话，单纯是以移动这个目的来说的话，我觉得确实越简化是好的。对啊，让可以保留更多的体力、更多的心思去玩嘛。出来旅行、汽车旅行的时候，更多放心的去欣赏这个美景。风景好高好高。来，我这次来量一下，我的眼睛在这边，我的眼睛视角在这里，就是稍微几乎到我的下睫毛了，下睫毛就是我鼻梁的部分。然后最低的话，距离就很贵哦。其实最低的话，好到我的肋骨中央。哎呀，舒服啊！像我回来没有 ASA 的 GS， 我感觉就不会骑车了呢。红灯了，好不习惯哦。换回没有 ASA 的 GS 哦的红灯，要赶快手忙脚乱的退档，要找空档。确实啦，我觉得没有 ASA 的打档杆的机械感比较重
比那个ASA 还要重，看踩下去超明显的，琴键踩的也很明显。那我刚刚骑那个有 ASA 的 GSA 是吗？我踩档勾档是吗？非常的细致啊，那个机械体感。哎，要准备起步了，会不会嗡？然后很不帅气的起步呢？来。啊，果然帅度减半。首先呢，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可能还没习惯回来；第二，它这个离合间隙也拉太开了吧，还不习惯。啊，果然起步没有 ASA 还是帅度会减半，这是不争的事实，非常客观的事实。哦，哇，你看到没有？转速过多了，哎。好不习惯，哎呀，白白前面在用心啊，跟我在大战我大 BMW 的妙哉，哇，确实啊，赛车真的有 ASA 差很多。确实啊，我分那个点啊，其实我回到没有 ASA 的 GS 嘛，我觉得我的转速普遍偏高哎，就相较于有 ASA 的话，但几乎我看骑 ASA 是吗，它都会上到4档5档哎，像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就3档，其实就可以搞定完了。它是会让我维持在非常低的转速，甚至2000，甚至到1800，然后3500以下是可以调的吗？这拉杆，它没有快，它有快调啊这里。哇天哪！现在我帽子里都是汗了嘛。如果现在我是 AS 的话，我就会空出我的左手，拉开我的安全帽镜片去抓个痒。现在没办法，必须等到 N 档停下来才有法。哇，瘙痒！哇，我知道了 ，ASA 有一个很大功能，就是可以随时抓痒，不管是背后痒还是怎么痒，啊，就跟那 A7之前一样啊，一开始对它就嗤之以鼻，用了之后，哎，真香！也蛮聪明的，对，好方便哦。不对，我还要拉杆，你看。对啊，我不用。哎，就算是1档，结果不用拉杆。哎，起步，哎，杆，哎，天哪，有点狼狈，为什么那么狼狈？超狼狈了！后面的车员觉得我是新手，气死！哇，这时候不要紧张，很多眼睛在看着我们，对我们不能乱吹油门，要丝滑的起步，不然会当成车拳败类。没有挑衅各位。我这个油门吹是因为我技术不好。对 ASA 的体验下的感受，有点类似之前初次体验 A77 的感觉，有点惊喜，有些好玩。但相较之下 ，ASA 并没有 A77 那么恶心。在此就先插播一段，当时在乡间小路实测 A77 的画面，让他知道我为何会这么说。虽然我觉得 ACC 的电脑已经很拟人化了嘛，它补油跟回油时机很像你在操作的，不过毕竟不是你第一时间掌握这个动态嘛，对，你的车子会比你脑袋先动，那感觉还蛮恶心的。其实，它预判你的预判，然后对面有车了，哎，它还是维持做动。这种窄路啊，这种路幅其实他还没断，他还没断。我本来想要介入我的嘛，不过我觉得他应该可靠，所以我都给他一次机会。OK， 他过刚刚那一关了已经。OK， 好，也许我之前有点怀疑你，不过我现在有稍微一点点开始信任你了，稍微而已。不过我觉得，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懂得彼此的不完美，且依然选择同行。人车之间的信任是你选择放手，因为你知道他不会背叛你。OK， 总之呢 ，GSA 志在天下，并不在街头巷尾，市区小绕，实在让我掰不出其他所以然。所以这个环节就由理科骑士白白探讨 ASA 其背后的科学秘密。那其实现在重机的自排的系统的话，市面上总共有3种，分别是 BMW 我们今天测试的 ASA 的系统，然后另外就是市面上已经常看到 Honda 的 DCT 还有 E-Clutch 的系统。那 Honda 的 DCT 系统的话，顾名思义，它的 DC 就是 Double Clutch， 它是用双离合器的方式去控制，一个离合器控制
奇数的齿，另外一个控制偶数的齿，所以在让它做切换的时候可以做得比较顺畅一点。DCT 因为它原本是用在汽车上，它的重量和体积其实相对于 BMW 的 ASA 来讲的话，它其实就会比较大一点、重一点，对，所以效果其实会不太一样。那 BMW 的 ASA 的话，它其实跟 DCT 比较像，因为这两个变速箱自排的一个技术，其实都是直接从引擎来去做下手，它直接把引擎里面的结构做了一些调整。但 ASA 它有一个优势是，它仍然保持了原本换挡的变速鼓还有波叉，然后它透过一个日内瓦机构搭配伺服马达的控制，去让电脑掌控你离合器结合以及换挡的一个机构。那像我们今天试的话，其实它就有所谓的低档、N 档，一样它还是有一个离合器杆，你可以升档或降档的方式去做操作，这样子。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其实相较于 DCT 来讲小了非常多。那所以主要就是应用在1300啊，现在的 GS 还有 GSA 其实都有用到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刚才有提到Honda，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叫 eClutch 的一个系统。eClutch 现在Honda主要是用在一些比较小排气量的车子上。那其实上次我有去那个台南的台本有稍微去试乘一下 eClutch 的系统，对，那也有跟那边的业务有聊一下。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话，在自排的话，主要就是有 ASA 嘛，还有那个 DCT， 但因为这两个它要用的空间和引擎都是要直接去换的，所以说Honda其实现在就主要有提出了一个 eClutch 来去做使用，对，而且其实台本那边也有说，其实现在自排对于市场上的接受度，其实都还蛮高的哦。那大部分其实 ASA 还有 DCT 的话，主要都是用在比较大台的车上。那小 CC 数的话，才开始尝试有用 eClutch 的方式去加入进来。那其实未来越来越多小 CC 数的车，以Honda那边来讲的话，它就会使用 eClutch 来让小 CC 数的车也可以用到这样自排的一个效果。那不知道 BMW 未来有没有机会也把这样的一个系统做一个新的自排系统下放到像310或者未来我们很期待的450 GS 这种车上呢？对吧？这种车越野车如果装支架，不知道效果如何，期待一下。感谢白白的诚心分享。话说回来，今天体验时间会如此紧绷的原因，是因为当天还有第15届野营香肠杯的试菜环节。经过辉哥的一系列严选以及大家的审核，已经算是成功初步拟定下第15届香肠杯的隐藏菜单。Anyway， 第15届野营香肠杯将在9月中旬开炊。至于第14届 Enduro 香肠杯的路线，发哥还在钻研中。老样子，照惯例，想来一起搞搞浪漫的车友，可以追踪我的 IG 限动以及 FB 贴文，以掌握最新资讯。望周知。GS 一直以来在很多冒险骑士心中是那一台你想要拿去征服世界的机器。随着时代推进，它的科技、力量与舒适浪漫交织。当车帮你打点好一切，你也终于可以专心做个风中诗人，奔赴诗和远方。虽然增加的 ASA 也不是全能，但我想对于热爱远征征服跨洲壮游的骑士，它很可能正是那一份刚刚好的进化。我是克里斯，今天影片就先这样子啦，我们下次见，拜。